一家公司交出了营收同比猛涨85%的牛财报，它的核心商业业务实现了翻倍增长，全年业绩指引也大幅提高。可是，在财报发布当天，股价却直接下跌了7%。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离谱的资本市场？看完这个视频，你可以完全弄清楚为什么一份超预期的财报反而会拖累股价，能看清这家顶尖 AI 公司真正的护城河到底藏在哪里，能避开高估值 AI 股投资中最常见且最要命的误判。最后，我还会给出一套能直接用的观测框架，在未来几个季度里，你拿着这几个指标就能够精准判断这家公司的走向。不管你是真金白银做投资，还是单纯想要弄明白企业级 AI 的真实落地逻辑，这个视频都会把所有底层逻辑给你讲明白。现在关于这份财报的争论已经彻底分成两派，一派死盯着硬业绩说，营收翻倍，指引大幅上调的基本面明明白白的在这里摆着，这波下跌纯粹是情绪误杀，跌出来的全是黄金坑。另一派直接点破道，这就是高位利好兑现的老套路，股价早就把未来几年的增长预期提前涨完，现在再好的财报也拖不住虚高的估值。你站在哪一边？是觉得这是倒车接人的入场机会，还是行情见顶的预警信号？直接把你真实的判断打在评论区。先不要急着下结论说市场疯了，我们先把这份财报的核心数据掰开了揉碎了给你看。你先记着一个数字，16.33亿美元。这是这家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的总营收，同比增长85%。你想想看，现在整个 AI 赛道里头有多少带着明星光环的公司，它的营收同比能涨到30%，就敢在财报里吹自己是行业领跑者。那85%的同比增长，并不只是普通的优秀，那可是断层式的领先，放到整个美股科技板块里，那可是能排到最前面的成绩。可你猜猜最夸张的是什么？是它在美国本土市场的表现。整个美国市场的总营收同比增长直接达到了104%，直接就实现翻倍。而这里头藏着这家公司真正的关键所在，也是这次财报里最亮眼的部分。美国商业业务的营收同比猛涨了133%。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是这个133%的数字，它并不只是一个增长数据，它是这家公司撕掉自身旧标签的最有力武器。你或许也知道，Palantir 这家公司从上市的时候起就一直被市场用放大镜盯着，被人指责它什么？指责它就是个靠着政府合同吃饭的军工承包商，没什么掏币的商业化能力，离开美国政府的订单就不能生存下去。这个质疑跟着它很多年，也是之前众多空头做空它的核心原因。可现在这个133%的同比增长，直接把那个质疑砸得粉碎。他用实实在在的数字向市场表明，他的商业业务正在以比政府业务快很多的速度迅速发展。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只能依靠政府订单活着的公司了。这还不是最能给市场信心的，更厉害的是，他直接大幅往上调整全年的业绩指引。原本全年营收预期直接调到了76.50亿美元到76.62亿美元之间，同时把美国商业收入的全年指引上调到超过32.24亿美元，换算下来，同比增长至少达到120%。你先别着急划走，这个地方挺微妙的。很多人看指引就只看数字是涨还是跌，却没领会数字背后的底气。它不是把增长目标从30%调到40%这类小幅度上调，而是直接把全年商业收入的增长底线定在了120%。你要明白，它的商业业务已经有了不小的营收基数，在这个基数之上，还敢把全年的增长底线定在120%，这可是挺激进的说法。这表明了什么？表明公司内部对于自己的业务需求，对于订单的确定性有着很强的信心。不然根本不敢给市场描绘这么强硬的线。说到这里，你是不是更迷糊了？营收大幅增长，核心业务实现翻倍，全年指引大幅上调，乍一看都是能让股价大幅上涨的财报。那为什么最后反倒下跌了7%？听着好像没什么问题，对吧？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你要先弄清楚一个最核心的前提，现在的 Palantir 已经不是一只普通的股票，它可是整个美股市场里大家都公认的高估值 AI 核心标的。什么是高估值？简单来说，就是市场已经把它未来3年乃至5年的增长预期全都提前体现在现在的股价里面了。现在的股价不是靠着它现在赚的钱撑着，而是靠着市场
对它未来成为 AI 时代巨头的预期撑着。这就好像一个每次考试都拿满分的学霸，所有人对他的预期就只有满分。这回他考了98分，就算98分已经是全班第2，就算比全班第3名高20分，所有人还是会觉得他退步了，还是会对他失望。Palantir 现在就是这个学霸，他的财报不是不好，而是非常出色，出色到市场已经给他超满分的定价，所以任何一点小毛病都会被无限放大。那这次的毛病到底是什么？就是在财报电话会上 CFO 说的那么一句话。 CFO 清楚地表明2026年公司因为产品投入还有顶尖技术人才的招聘，运营费用将会增多。就这么一句话，直接就成了这次股价下跌的导火线。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公司为了未来的增长投入研发招人，这难道不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投入怎么保持产品的竞争力？怎么保持高增长？但真正麻烦的点就在这里，市场对这家公司的要求已经不是既要又要，而是全都要。它既要你维持100%以上的营收增长，又要你保证利润率持续提升，还要你不能增加太多费用，不能有任何一点可能影响未来盈利的迹象。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逻辑的时候，也觉得挺不讲理的，但后来越想越明白，这就是高估值股票的宿命。当你的股价已经被预期推到了高位，你就没有任何犯错的空间，甚至连为了未来增长而花钱这种正常的商业决策，都会被市场解读为利空。那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你就能完全看懂这次股价下跌的全过程。首先，前提是 Palantir 现在处于高估值区间，股价完全依赖高增长预期支撑。然后 CFO 提到费用会增加，这就给了市场2个明确的担忧。第一个担忧是未来的利润率会被持续上涨的费用挤压，很多投资者买 Palantir 买的就是它既能高增长又能持续兑现利润的能力。它已经连续多个季度实现盈利了，现在费用要涨，利润率会不会往下掉？盈利的确定性会不会打折扣？第二个担忧是营收基数扩大之后，它还能不能维持100%以上的超高增速？今年的营收基数已经这么大了，明年还要继续高增长，就需要更多的订单，更多的客户。现在公司要把更多的钱投到产品和人才上，是不是说明未来的增长难度变大了？这2个担忧加在一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估值溢价的压缩。原本市场愿意给它很高的估值倍数，是因为它既能高增长又能稳盈利。现在这2个确定性都出现了一丝裂痕，那估值倍数自然就要往下调。估值一缩，之前在这只股票上赚了大钱的投资者马上就会选择获利了结，卖盘一多，股价自然就跌了。讲到这里，如果你发现自己终于看懂了财报和股价之间的真实关系，而不是在被表面的数字牵着走，那就顺手点个赞，说明你已经抓到了这件事的核心。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当然没有。这次财报引发的根本不只是一天的股价波动，而是市场对这家公司，甚至对整个企业级 AI 赛道多空双方的一次正面交锋。我们先来说多头的逻辑，也就是那些坚定看好这家公司的人到底在赌什么。这里必须要提到一个人，就是 Wedbush 的分析师 Daniels， 他是华尔街最坚定的 Palantir 多头，直接给出了$230的目标价。很多人只看到了他给的目标价很高，却没看懂他背后的核心逻辑。他的逻辑核心根本不是短期的营收增长，而是 Palantir 的核心产品 AIP 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企业级操作系统。你先记住这个词 AIP， 也就是人工智能平台。很多人对这个产品的理解完全是错的，他们觉得 AIP 就是另一个聊天机器人，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些生成式 AI 工具没什么区别，就是问个问题，给个答案。但我要告诉你，这是对 Palantir 最大的误解。AIP 根本不是一个聊天工具，它是一个能深入到企业核心生产系统里的决策工具，是给大型企业和复杂组织用的 AI 操作系统。什么叫操作系统？你用的电脑不管装什么软件，都要跑在 Windows 或者 MacOS 上；你用的手机不管下什么应用，都要跑在安卓或者 iOS 上。操作系统就是所有应用的底层基础，是整个数字体系的核心。而 Palantir 想做的就是 AI 时代企业级市场的操作系统。你可能会问，凭什么是它？市面上做 AI 的公司这么多，做企业服务的公司这么多，为什么 Palantir 能做这个操作系统？答案就藏在它20多年来积累的护城河里面，也就是数据整合能力。说白了，大型企业和复杂组织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就是数据孤岛。你想想，
一家大型的跨国企业有生产部门、供应链部门、销售部门、财务部门、研发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系统、自己的数据格式、自己的数据库，这些数据之间根本不通，就像一个个孤岛，互相之间看不到，也用不了。普通的 AI 工具面对这种情况根本无能为力，因为大模型再厉害，也需要高质量打通的数据来喂，连数据都拿不到，连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都理不清，再厉害的模型也发挥不了作用。而 Palantir 最擅长的就是干这件最难的事。他从成立之初就在给美国的国防部门、情报部门做数据整合，处理的是全世界最复杂、最分散、安全级别最高的数据。军队的各个兵种、各个部门，海量的情报数据要打通、要整合，还要能基于这些数据做决策，这个难度比普通企业的数据整合高出了好几个量级。他干这件事干了20多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对复杂组织的理解、数据安全的壁垒，根本不是随便哪个公司堆几个大模型、招几个算法工程师就能在短时间内追上来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他和波音达成的数据整合协议会被很多人当成标志性事件。你想想，航空制造是什么级别的复杂度？一架民航飞机有几百万个零部件，全球几百个供应商，几十年的工程研发数据，无数个生产环节，还有极其严格的安全监管要求。这里面的数据量、数据的复杂度、数据孤岛的严重程度，是绝大多数行业都无法比拟的。波音找 Palantir 合作，要做的是什么？不是让他做个简单的数据分析，是要把航空制造、供应链、工程数据管理全链条的数据全部打通整合，还要基于这些数据给整个生产和管理流程提供决策支持。这件事不是随便哪个 AI 公司能接得住的。你连航空制造的基本逻辑都不懂，连工程数据的安全标准都达不到，连供应链的复杂关系都理不清，怎么可能做好这件事？而 Palantir 能接下这个订单，就证明了它的 AIP 平台已经能深入到实体产业最核心的生产流程里，解决最硬核的问题。这和那些只能做文案生成、客服对话的 AI 工具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这就是多头最核心的长期逻辑。现在整个企业级 AI 的需求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前企业对 AI 的需求还停留在做个聊天机器人、生成点营销文案这种边缘场景里，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想要把 AI 用到自己的核心业务流程里，用到生产、供应链、研发这种能真正决定企业生死的环节里。而 Palantir 刚好就是这个赛道里能力最强、壁垒最高、落地经验最丰富的玩家。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 AI 往核心流程里放， AIP 的渗透率就会越来越高，客户的粘性也会越来越强。因为一旦一家企业把自己的全链条数据都跑在 AIP 上，它就根本不可能再换掉这个系统。这个不可替代性就是操作系统级别的壁垒。一旦它真的成了 AI 时代的企业级操作系统，那现在的估值根本就不算高，未来的增长空间会大到难以想象。这就是Dan Ives敢给出230美元目标价的根本原因。但你猜空头怎么说？空头觉得这套逻辑全是故事，根本兑现不了。我们再来说空头的核心逻辑，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空头的第一个担忧就是成本和增长的匹配度。你现在为了抢订单，疯狂招人，疯狂投产品，运营费用一路往上涨，那未来你的利润率到底能不能撑得住？很多人都忘了 Palantir 之前能实现持续盈利，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政府业务都是长期合同，确定性很高，不需要持续投入太多的定制化服务。但商业业务不一样，每一个新的行业，每一个新的大客户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去做定制化对接，去做落地服务。如果每一个大客户都要投入这么多人力，那你的营收涨多少，你的成本就要涨多少，根本实现不了规模效应，利润率永远上不去，那你就永远成不了操作系统，只能是一个高端的定制化服务商。而服务商的估值和操作系统的估值差了10倍都不止。空头的第二个担忧就是高增长的可持续性。现在美国商业业务133%的增长，到底是因为 AI 风口带来的短期红利，还是真的有长期的需求支撑？现在整个 AI 赛道都处在泡沫期，很多企业都在跟风买 AI 产品，等风口退了，这些企业还会不会继续付费？还会不会继续扩大采购？一旦商业业务的增速掉下来，从100%以上掉到50%甚至更低，那现在的高估值就会瞬间崩塌。因为高估值
必须要有高增长来撑，没有了高增长，高估值就是空中楼阁。空头的第三个担忧就是市场竞争。现在微软、谷歌、亚马逊这些科技巨头都在疯狂发力企业级 AI 市场。这些巨头有更庞大的客户群体，有更低的云服务成本，有更强的品牌影响力。Palantir 面对这些巨头的竞争，到底能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很多空头觉得 Palantir 现在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等这些巨头把大模型和企业服务工具打磨好，很快就能把 Palantir 的市场份额抢过来。它根本成不了什么操作系统，最后只会在巨头的竞争里变成一个小众玩家。讲到这里，你应该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份财报会引发这么大的分歧。多头看到的是未来10年的星辰大海，是 AI 操作系统的万亿级市场；空头看到的是短期成本上涨的风险，是高增长不可持续的隐患，是巨头环伺的竞争压力。那我自己更倾向于哪一边？我觉得不管是多头的长期故事，还是空头的短期担忧，都有自己的道理。但这件事的胜负手根本不是下个季度的营收能涨多少，也不是费用会不会增加，而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AIP 到底能不能实现规模化复制？说白了，就是 Palantir 能不能把自己服务播音、服务政府部门积累的能力做成标准化的产品，用更少的人力服务更多的客户，服务更多的行业。如果他能做到，那他就能把定制化服务的成本降下来，实现真正的经营杠杆。营收涨100%，成本只涨20%，利润率就会一路飙升。那他就真的能从一个服务商变成一个操作系统级别的公司，多头的逻辑就会完全兑现。如果他做不到每一个大客户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去做定制化，那他的营收增长永远都要靠人力的增长来堆，成本永远降不下来，利润率永远上不去。那空头的担忧就会一一变成现实，这个点才是决定 Palantir 未来走势的核心，也是我们未来要持续跟踪的最关键的指标。那具体要怎么跟踪？我给你整理了5个核心的观测指标，未来几个季度，你只要盯着这5个指标，就能精准判断这家公司的基本面有没有发生变化，根本不用被每天的股价波动牵着走。第一个指标就是美国商业业务的收入增速能不能维持在100%以上，这个数字就是市场判断它商业化转型成不成功的核心标尺，没有之一。只要这个增速能稳定在100%以上，就说明市场对 AIP 的需求是真实的，是持续的，它的商业化故事就还能继续讲下去。一旦这个增速出现明显的下滑，哪怕还是有50%、60%的增长，市场也会马上用脚投票，估值就会立刻压缩。第二个指标就是大客户的扩张和合作，也就是 AIP 在各个行业的扩散速度。这次和波音的合作是它在航空制造领域的标志性突破。那接下来它能不能把这个成功案例复制到汽车、能源、医药、高端制造这些更多的实体产业里？能不能签下更多的世界500强级别的大客户？每一个新行业的突破，每一个大订单的落地，都是对 AIP 能力的一次背书，都是对它规模化复制能力的一次验证。如果它能持续在各个行业签下大客户，就说明它的产品是可复制的，是能跨行业落地的，那它成为企业级 AI 操作系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第三个指标就是营运费用的占比和利润率的变化。这次市场之所以会恐慌，就是因为 CFO 提到了费用会增加。那未来几个季度，我们就要盯着这些费用到底花在了哪里，是花在了产品的标准化研发上，还是花在了定制化服务的人力成本上？如果费用的增长主要是投在了产品研发上，能让未来的产品更标准化，能降低后续的服务成本，那这个投入就是值得的。短期的利润率下滑根本不用慌，但如果费用的增长主要是因为要服务更多的客户，招了更多的服务人员，人力成本一路飙升，那就要小心了。这说明它的规模化复制遇到了问题，成本永远降不下来。同时还要盯着利润率的变化，只要利润率能保持稳定，甚至还能持续提升，那就说明它的经营杠杆正在发挥作用，营收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成本的增长速度，这就是最健康的状态。第四个指标就是自由现金流的状况。现在市面上很多 AI 公司营收涨得很快，但现金流一塌糊涂，永远在烧钱，永远靠融资活着。一旦资本市场的风口变了，融资环境紧了，
这些公司马上就会面临生死危机。而 Palantir 已经连续很多个季度实现了正的自由现金流，这是它和很多 AI 概念股最大的区别，也是它能扛住市场波动的底气。未来我们就要盯着这个正的自由现金流能不能持续保持住。自由现金流才是一家公司的生命线，只要能持续产生正的自由现金流，它就不用看资本市场的脸色，就能持续投入研发，就能在行业周期里活下来，就能等到自己的故事兑现的那一天。第5个指标就是全年业绩指引会不会持续上修。这次财报它已经把全年的营收指引和商业收入指引都做了大幅上修，那未来的每个季度它会不会继续上调指引？要知道资本市场买的永远是预期，只要它能持续上调全年指引，就说明公司的业务增长比自己之前预想的还要快，订单的确定性比自己想的还要高，市场的信心就会一直维持住。反过来，如果它下调了指引，哪怕只是小幅下调，都会引发市场的恐慌，带来股价的大跌。这5个指标就是我给你整理的未来跟踪 Palantir 的核心框架。你不用每天盯着 K 线图看，不用听网上各种多空的噪音，只要每个季度财报出来，拿着这5个指标去对照，就能清楚的知道这家公司的基本面到底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差。如果你觉得这个框架对你有用，一定要收藏起来，等下个季度财报发布的时候，你再翻出来，就能比绝大多数人更快的看懂财报背后的真实信号。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炸裂的财报反而带崩了股价？现在你再看这件事，还觉得离谱吗？一点都不离谱。资本市场从来都不是一个看你现在做得好不好的地方，它是一个看你有没有比大家预想的做得更好的地方。你做得再好，只要你的表现没有超出市场已经给你的预期，那就是利空。你做得再差，只要你的表现比市场最坏的预期要好，那就是利好。这就是资本市场最残酷也最真实的游戏规则。而 Palantir 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必须持续证明自己的高位震荡阶段，它的股价已经被市场对它成为 AI 时代操作系统的预期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这意味着它未来的每一个季度都必须交出超出市场预期的答卷，不能有任何一点失误，不能有任何一点瑕疵。高估值带来的从来都不只是高收益，还有高预期和零容错，这是每一个想要在高成长赛道里赚大钱的投资者都必须想明白的道理。很多人买 AI 股买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故事，一个 AI 会改变世界的宏大叙事，但真正能让你赚到钱或者让你避开大坑的，从来都不是这些宏大的故事，而是故事背后实打实的营收、实打实的客户、实打实的产品壁垒和实打实的现金流 Palantir 的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已经把很多 AI 公司还在讲的故事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业绩。但即便如此，它还是要面对市场的苛刻要求，还是要在每一个季度持续证明自己。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在 AI 这个充满泡沫和噪音的赛道里，不管你是投资还是创业，还是只是想看清行业的趋势，都一定要穿透表面的概念和故事，去看最底层的商业逻辑，去看最核心的产品壁垒，去看最真实的需求。只有这样，你才不会被风口吹起来的泡沫晃花了眼，才不会在市场的波动里做出错误的决策。如果你想持续跟踪这家公司的后续走势，想搞懂更多 AI 产业和资本市场的深层逻辑，订阅我的频道。后面我会持续拆解这类看起来反直觉，其实背后全是商业门道的事件，帮你穿透市场的噪音，抓住真正有价值的核心逻辑。最后要跟大家说清楚，今天视频里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者其他专业建议。不管是投资还是其他任何相关的决策，一定要咨询专业的人士，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理性判断，谨慎决策。